Hello，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谈一谈如何给自己制定一个合理的目标。好，我们这里强调的是合理，因为制定目标大家都制定过，我猜，但是如何制定一个行之有效的目标，可能我们需要讨论一下。第一点，你的目标不应该设得太远或者太大。第一个是太远，太远意思就是我想做一个3年的目标。我相信对大多数人来说，坚持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也就是说，3年太长了。那么我为什么不想一想1周的目标呢？其实1周你也可以做很多事情。那么这1周我可能说，我想背诵这一篇短文，我想背这些单词，或者说我在接下来下1周的考试里头，我要进行一个充分的复习，我想把我的考试分数提高个15%啊，20%这样。像这样的目标呢，我觉得是比较可行的。第二个呢，就是太大。那什么叫做目标太大呢？我们可以这么说，就是我现在如果是一个英语的爱好者，但是我的英语基础为0，那么我给自己制定一个3个月目标，想成为一个说英语流利的人，而同时呢，我还要工作。那么我觉得对于大多数人，这个目标太大了，而且不太现实，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什么样的目标是比较小的呢？那我就说是走出你的舒适区，然后稍微远一点的目标。我们这里讲一个舒适区，就舒适区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日常工作你会的事情，你每天做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呢就是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那么你设定目标的时候呢，如果超出这个稍微多一点点，那么这个时候呢，是在你的舒适区边缘，但是呢不会太远，所以你不会感觉到特别的痛苦或是特别的执行不了。而同时呢，这个目标又不会太大，那么你还是可以有机会完成的。好，这是第一点，目标不应该太远或者是太大。好，我们现在来谈第二点。第二点是目标在实施的过程中呢，要给予自己一定的激励。我相信每个人在自己制定目标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最后的一个实现目标的一个期待。但是呢，你在执行这个目标的时候呢，你可能会遇到重重困难，而且你想想看，3个月可以发生很多事情。那么你如何把你的这个目标有效的执行下去，而最后完成？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一定要给自己周期性的一种激励机制。比如说，我这1周5如果完成了这一篇文章的阅读，或者是我这1周5把这个报表做完了，那么我就应该给自己一个小的奖励。比如说我吃一顿好的，比如说我给自己买一个自己比较感兴趣价格又不太贵的东西这种都是一种激励机制。或者说我看一场电影，或者是我就躺在床上睡一个觉，这都是给自己的一个激励机制，这个一定要有。如果没有这个激励机制呢，你很可能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呢，你就会感觉到沮丧，或者是懈怠，或者慢慢的这个目标就不再是你的目标。OK。现在我们来谈第3点，就是你制定的目标一定是由于你的兴趣或是压力所引导的。怎么说呢？就是要么是你的兴趣让你制定了这个目标，这样的目标呢，你会很主动积极的完成，因为这是你的兴趣所在。兴趣的意思呢，就是说是你自己发自内心的一种想法，是自己内心驱使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且在做的过程中呢，你很开心，这是你的兴趣所能带来的目标。好，第2点呢，是大家经常会遇到的一种目标，就是压力所能带来的目标。也就是说，你因为想换工作，所以我现在要提高一下自己的技能。或者是我想考一个好的学校，所以我现在要努力把自己在学校的课程分数考高一点。
这样的目标呢，就是压力所致的。那么除开这2种目标之外呢，其他的目标我都是不建议的。为什么？因为你在实施的过程中会相当的困难。你想想看，第一，你没有兴趣；第二，你没有压力。那么剩下的事情很难让你去把这个目标完成。所以强调一点，你的目标应该是来源于你的兴趣或者是你的压力。好，今天我就跟大家简单介绍了如何制定一个合理的目标。好，希望大家喜欢，再见。不要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哦，谢谢。